嗨嗨嗨！这一次我有一个超好玩的想法。今年我不是考了赛照吗？这一回呢，我打算去开一个比赛车稍微宽一点、长一点的车。铁的、烧油、地上开的，你们就说这是不是车吧？当然啦，这车在国内肯定是没有办法随随便便就开上的，所以我准备直接飞往莫斯科。除了这两台普通相机呢，这一次我还带上了哆啦 A 梦联名的 Insta360 Go 3S， 全蓝的机身，再加上本体上面这个哆啦 A 梦，可爱捏。Go 系列我不只用过一代了，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它在这么多的相机里是最特立独行的一个。在别家还在卷画质、性能的时候 ，Insta360 直接卷起了拍摄体验，你几乎可以在任何你想到或者是想不到的时候用上它。像之前我们工作室举办过一次全甲格斗大赛，就是给大家在胸前挂了个 Go 3。之前我出门旅游的时候也一直挂着，除了能优化掉我的双手，也经常能录下一些意想不到的画面。除了这个小小的本体，它的这个拓展舱，我觉得才是Go 3S 最方便的地方。它把本体放进去之后呢，不但续航能够超级加倍，而且这个屏幕直接翻转打开，这不就是一个运动相机？这个屏幕除了可以监看，你还能直接在这个屏幕上面调整各种模式，选择是拍视频或者是拍照片，甚至把屏幕打开到一个合适的角度，它自己就是一个脚架。当然，上面的这些只是最普通的玩法，如果能够加上这些 Insta360 的配件，它简直有无限的可能。你看这个猫猫视角，还有篮球架视角。而且啊，因为它本身就可以磁吸，哪怕你没有配件，也有无数的地方可以让你这样一吸。总之，不需要你有什么拍摄的经验，也不需要你带着一大堆东西出门，只带这么一个小可爱，就可以拍出很多很好玩的画面。受到限制的只有可能是你的创意，或者说很多时候让你觉得普通的画面，只是因为你习惯了人类的视角。当你从人类视角切换到其他视角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那像这次，除了用来拍莫斯科 vlog， 等我正式开上坦克的时候，往坦克炮管上面一挂，普通记录仪的第一视角哪能有我坦克记录仪的炮管视角来的帅？不过除了去俄罗斯学坦克驾驶与设计，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莫斯科作为俄罗斯的首都，曾经也是苏联的首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见证了苏联的兴衰，承载了苏联的历史记忆，也是苏联的精神象征。我在无数的游戏和艺术作品中窥见过它的模样，那曾经是人类科学艺术的璀璨高峰，人们能为了共同的理想一起努力奋斗。历史总是胜利者写下的，现在在一些西方主流作品中，总会多多少少有着刻板印象和讽刺。所以我想以我的视角，从他留给我们的记忆里，一起来看看这位倒下的红色巨人曾经的荣光。那么一落地我就傻了，想了一下，这是我们10月份在深圳穿短袖的时候想出来的去莫斯科，落地了才发现我们来的是冬天的莫斯科。我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这个天气居然是摆渡车，居然不走廊几条，我现在样子好好笑。哈哈。我在这里架了一个Go 3S，然后准备用它的间隔拍摄功能拍一段延时。提到莫斯科，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红场，可能是克里姆林宫，但我想要先去看一下莫斯科的地铁。很喜欢我在别的视频里面看到的一句话，在别的城市，地铁站是通往目的地的手段，在莫斯科，地铁站本身就是目的地。莫斯科的地铁就像是一座座博物馆，它们金碧辉煌，各具特色，每一个地铁站都非常的深，需要坐很长的扶梯才能到达站台。苏联在建造莫斯科地铁的时候，还考虑了防空洞的功能，特别在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之后，这深达地下50米的地铁站也成为了莫斯科人民的防空避难所。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革命广场站。这里呢，就是著名的革命广场站了。在这里有非常多的雕像，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地铁的设计师在这里放了许多的雕像，有运动员、工人、士兵，象征着大家不分职业，共创一个平等、光明的国家。进入车站之后，是真的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看到人民的理想与愿景。
据说啊，这里的狗狗忠诚地跟随过革命战士，人们为了纪念它，就在这里给它做了一个铜像，也就有了摸狗狗的头就会带来好运的说法。不过在那个意识形态这么强烈的时代，还能包容这些民间信仰，还是挺可爱的。这是那个公鸡雕像，据说是旺财的啊，真的是被摸到锃亮锃亮的。打开我们的主页，替我的粉丝们摸一摸。这一个代表好运的狗狗鼻子也替你们摸了，希望你们的愿望都能实现哦。共青团战，随着扶手梯上到站台，这里简直美得不像话。因为是属于斯大林时期建设的地铁站，那时候建设地铁的口号是“让我们为人民建造一座宫殿吧”。刚一从那个电梯上来的时候，都不觉得这里是个地铁站了，就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博物馆，非常的夸张。这里的装饰，墙面贴的都是大理石，然后上面有非常精致的浮雕和马赛克贴画，真的，你回头看一眼，我不说我在哪里，你们猜得到我是在地铁站。苏联时期还修建了许多以加盟国家命名的地铁站，也一样修建的华丽庄严，彰显了对加盟国的重视和政治文化的融合。比如基辅站，又叫乌克兰站，在中央大厅呢，还有一幅列宁像，上面写着宣告社会主义的胜利。Товарищи, рабочая 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которой все время говорили большевики, совершилась!这里有一幅著名的壁画，人民载歌载舞，乌克兰农民和工人穿着传统服饰歌舞表演，象征着乌克兰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劳动成果和美好生活。走廊的尽头有一尊浮雕，上面同样是一尊列宁像，上面写着乌克兰人民与俄罗斯人民以及苏联所有民族之间牢不可破的永恒友谊，是民族独立与自由、民族文化繁荣以及乌克兰人民和苏联其他民族繁荣昌盛的保障。这段铭文如今看来确实有点唏嘘了。那我们的第二站来到了红场，这是莫斯科最古老、最大的广场。它不仅是莫斯科的重要地标，也是俄罗斯的象征。红场周围有许多著名的建筑，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克林姆林宫、瓦西里升天教堂、列宁墓等等。每年5月9号这天，也就是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日，红场都会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真的，在这种天气下面端那个铁皮相机真的要死了。这种时候，这种拇指相机就非常非常的方便啊。这个 Go3S 还是斗了 A 梦联名的，真的很好看，蓝色的。然后呢，再带上这些配件，把它吸在胸前，这样吸住，你就可以边走边录。你知道刚刚我们2个小伙伴在互相推脱，你拿一下。你拿一下，谁也不愿意拿这个相机，太冷了，我手都冻疼了。除了用来拍坦克视角啊，或者说是第一人称视角，就这个胸前的视角其实也挺牛逼的。你也可以戴帽子，就是那种带帽檐的鸭舌帽，你把它夹在上面，那个第一人称视角非常非常好用。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个视角，哀人福音。但我们今天过来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有一些老照片，一些非常经典的老照片，我们想看一下还能不能找到当年拍摄的这个位置。1941年，德国兵临莫斯科城下。在这之前，德国的钢铁洪流已经踏平了欧洲数国。36天闪击波兰，4小时占领丹麦首都，4天迫使荷兰投降。挪威、比利时、卢森堡，甚至连不可一世的法国也挡不住德国的闪电战。在希特勒看来，快速占领首都之后，各国领导人要么仓皇逃亡，要么屈膝投降。然而这一次，他们撞上的是一位真正的钢铁意志的领导人——斯大林。他说：“我将与各位一道坚守莫斯科。”1941年10月7日，德军已经推进到了莫斯科郊外，最近的地方仅离市中心20到30公里的距离，局势万分严峻。就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斯大林决定举行阅兵。他站在列宁的墓前，向世界宣告：“Смерть немецким
оккупанта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Ленина вперед к победе! 83年后，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是真正的能体会到历史的厚重。当年我们在经历一样的艰苦斗争，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我们有着一样伟大的理想。我们找到了一模一样的角度，同一个透视，而且这一个机位基本上没有怎么被挡住，哇，真的太震撼了！你看。那现在就是我这一次来到莫斯科最期待的事情之一了，开坦克。这里呢是莫斯科西边大概100公里左右的一个营地，这里有许多苏联经典的整备，莫辛纳甘、AK、波波沙。我去不来，完了，这回全玩到真的了。而且更关键的是，这里真有坦克。我们这回要开的呢是这一台 T80，这可是在70年代就开始服役的苏联第3代坦克。别看它属于重型坦克，但它用的是燃气轮发动机，机动性无敌，算是一个灵活的胖子。大家注意听它这个引擎声啊，它就像飞机引擎一样。那我们直接 T80 启动。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视角，就是我头戴着 GO3S 坐在坦克驾驶位上面的画面。这个位置小到塞不下第2个人，教练只能趴在坦克上面来告诉我油门在哪，刹车在哪。这个坦克开起来呢，其实比想象中的要简单，和手动挡汽车差不多，都是离合、油门、刹车还有换挡。唯一的区别就是这台坦克不用方向盘，是靠2根控制杆来控制方向的，左右2根各控制一边履带速度，同时推呢就是前进，往左右转就是拉对应的操纵杆，通过2边履带的速度差来实现转向，是不是很简单？你也学会了，下次你来开。那驾驶舱的画面，经常开坦克的小伙伴可能觉得没啥，但如果拥有一个柔性支架，有意思的就来了。像我就把它缠在了炮管、枪管上，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画面。哦，好难。都没呀。怎么样，这画面够帅吧？别看 GO3S 只有这么小小一个，但它甚至可以拍到 4K 30人的画面。当然啦，我自己会更习惯用 2.7K 50帧来拍。每次看到这些画面，我都特别庆幸自己把 GO3S 带上了。更不用说，如果拿着相机的话，肯定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这么沉浸的飙坦克。不得不说，这种哒哒哒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唯一的遗憾就是为了保证安全，这里的子弹全都是减少压量的空包弹。现在这个呢是教练在讲解枪械的拆装。AK 系列的枪因为制造简单并且稳定耐用，在整个苏联时期可能生产了超过1亿把的 AK， 以前就只能在游戏里弄摸摸的 AK， 居然有一天能够拆成零件摆在我眼前。而且现场其实不只有这一种，除了眼前摆的这些，在另外的房间里还堆了一堆不同的枪。话说有没有小伙伴认得出来这些枪的型号？刚刚开完坦克，感觉还是有点没玩够，所以接下来我准备去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大家猜猜看是哪里？小伙伴已经在收拾了，因为我们刚刚问了一下能不能用专业摄像机，
他说因为这里面人比较多，所以说不太可以用相机，但是没有说不能用拇指相机。现在这里呢，就是苏维埃街机博物馆，是由几位莫斯科理工大学的学生创立的。这里藏着很多上世纪70、80年代的旧街机。那我们现在就准备下去喽。第一件事情应该是换一下代币。这里都有些什么呀？哇，好热闹，好多人。English? Yeah. We will give you coins to place arcade machines. It's like 1 coin, 1 game. Okay. The machines are pretty old, so if you have any like problems, you can come here and we'll try to help you. Okay. And if you have any like coins left, please don't take them away with you. Like bring them here, and we'll write the rest on your tickets. Okay. Thank you.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币长什么样子。这个呢就是苏联的货币 ，CCCP 就是苏联。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标，这是一个1591年的，很可惜啊。他刚刚说了，如果这个没有用完的话，不能带走，要拿回来这边。哎呦，它这个角度还挺难去描的。刚刚才发现，它这个计分这里是辉光管，哦，好好玩。而且好玩的是，我当时基本上就是沉浸式猛玩，啥都没管。我的行人记录仪是一直开着的。回来我看素材的时候，还发现了很多好玩的细节。就比如说这个枪，我去网上查了一下，因为是苏联在冷战时期生产的，所以很多街机的生产是直接用的军工生产线，这些甚至是用真枪改造的。这些游戏大部分都是根据西方游戏改编的，还获得了苏燧宗赫鲁晓夫的批准。题材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武德充沛，要么是靶场射击、潜艇反舰，要么就是坦克沙盘模拟，真的说不愧是苏联。在去下一站之前，我们来试试俄罗斯的麦当劳。哦，我们不能叫它麦当劳，要叫这个 Burger。俄乌冲突之后，俄罗斯就和西方国家互相制裁，大部分的西方品牌都退出了俄罗斯市场，麦当劳也被俄罗斯以合适的价格收购了。麦当劳自己称之为重大外汇损失，现在不是麦当劳了，叫就是好吃。真的有麦当劳优惠券？太棒了！这就是我点的俄罗斯麦麦。大家平时吃麦麦喜欢点啥？虽然好像是第一次拍食物，但因为头上长了个摄像头嘛，所以就能很放松的一边和小伙伴们聊天，一边对着萌炫。兄弟们，这个汉堡这么大一个，跟我手掌一样大。这个是炸虾，试一下，好吃。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很神奇的教堂，不过在去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一点小小的意外。咱们师傅的车好像是保险到期了还是怎么的，反正现在车被交警扣在这儿了。这就是莫斯科的武装力量大教堂了。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都当机了，这也太武德充沛了吧！你再看看这个外观，你真的见过军绿色的教堂吗？再看看教堂前的拱门，庄严而厚重。这个教堂是为了纪念2战胜利而建的，所以在很多设计方面都充满了象征意义。进教堂前的台阶和楼梯竟然是用德国坦克熔炼而成的，每一位游客来参观都要踩过法西斯敌人的残骸。教堂里面就更帅了，这里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基督马赛克壁画，走进教堂就像被丢进了一个巨大的万花筒。主穹顶基座直径是19.45米，代表了1945年德军签署投降书。很多壁画的设计也非常的特别，像天使注射着手持武器的士兵，还有被天使们注视着的大炮、导弹。我以前一直以为宗教壁画里只能看到冷兵器，原来宗教也可以与时俱进，与现代兵器结合，不愧是俄罗斯艺术。还有一个超有意思的是我们的最后一站坦克博物馆。我们到的时候离关门只剩10几分钟了，连售票处都已经关门了。我们想问一下还能买票吗？保安大哥跟我们说还有10多分钟，你们赶紧进去逛一逛吧，直接放我们进去了，连票都没有让我们买，笑死。
这太随意了。然后我们就一路狂奔，时间紧张也没来得及再装相机，还好我的 Go 3S 还有电，也一直开着循环录影，刚刚好把整个游览的过程给记录了下来。这里有着苏联时期的各种坦克，还有从不同战役中缴获的装甲载具，比如最经典的 T-34坦克，苏联在2战时期生产了8万辆 T-34坦克，真正的厚重，甚至还有一台战损版的。我发现只有它这一个坦克是用红光照的。看到这些钢铁巨兽，真的能看得出来东线战场的残酷。再看看远东战役里日本被打出18:1的战损比，看看他们的坦克就能知道差距了。当时日军缺少钢铁，且技术相对落后，造的坦克都相对较精致。这个好小啊，小小的也很可爱呢。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苏联留下的文化遗产？在它存在的那些日子，是人类最高速发展的半个世纪。不同民族的人们为了相同的理想奋斗，它高速地推动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自豪骄傲地向世界展示他们的意识形态，甚至让资本主义国家都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公民福利。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它在政治、社会、经济上的局限性。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普京会说，不怀念苏联的人没有良知，怀念苏联的人没有脑袋。其实这一次出发之前，我有不少的担心。虽然我不是第一次出国了，但之前都是随便拿手机拍一拍，像这样为了给大家做一期视频的还是蛮少的。更别说这一次和之前的旅游还完全不一样，不管是复刻老照片，还是坦克驾驶，都是之前没有体验过的。所以在整个过程里，有不少意外是出发前很难想象到的。冷得完全不想掏出手拿机器的天气，禁止专业设备进入的场所，还有各种狭小的混乱的环境。所以 Go 3S 这种拇指相机在这种时候就能解决很大的麻烦。怕冷，相机直接挂在身上，大块头的相机进不去，那这样的小可爱总没有问题吧？旅游的过程中不方便拍摄，那就直接优化掉双手，往头上和胸前一戴，我能看到什么也就能录到什么。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更加沉浸地体验一座陌生城市的美丽，不会因为记录旅行而错过享受旅行。结合配件后的无限可能，加上 AI 辅助的自动剪辑，不管你是自己一个人，还是和几个朋友一起，也不管你会不会拍摄剪辑，它都能尽最大的可能帮你留下旅行的瞬间。之前一直有听到一种说法，自己缺的不是记录有趣生活的工具，而是缺少有趣的生活。我倒是不这样认为，我觉得 Go 3S 这类相机其实就是让你能从看起来普通的生活里捕捉到那些有意思的瞬间。它也许只是某一个周六日，你走在街上，看着太阳透过树叶打在地上，但就是看起来普通的一瞬间，你就会觉得今天真美好呀。好啦，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非常有意思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我是千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